我是赵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这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峥发言人、陈世轩市议员、费鸿泰委员、叶元之委员、游淑慧市议员。好，那现在川普到底去不去大陆了？目前说还是去了5月14、15 36个小时那经贸高层通话，为了川协会铺路换句话说呢，川普现在就想赶快去 push 3B 嘛，波音飞机beans 黄豆beef 牛肉多买一点那互提大家对对方的贸易政策不满了大陆美国一定说你赚我那么多钱顺差，对不对？买我那么少东西，那大陆一定说你干嘛这个限制这么多好，那么倒数了，今天5月1号嘛，5月14见面的话呢，相互出招堆叠谈判筹码，累积相骂本谈判本都讲对方不对，然后将来想办法来这个化解来谈判。那美国智库呼吁川习会前台湾要解决预算问题，就是他最近那个经济预算否则恐怕惹大麻烦，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谈什么嘛那如果说你都不通过，川普火大他会做什么事你不知道，意思是这样那另外大陆副总理何立峰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们视讯通话都关切贸易的限制。贝森特说我们的会谈既坦率又全面那问题是都不重要了，结论是什么才重要了那另外呢，王毅跟卢比欧通电话，王毅大陆的外长跟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说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风险到底要怎样对台湾到底怎么看？台湾会不会被出卖？他们会不会另外定一个什么密约那美国国防部长说跟中国的和平不会改变台湾的现状但是日本的学者又说川普跟习近平不排除订一个台湾密约中间把你台湾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将在5月14号、15号这2天访问北京，这是川普这一任第2次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原本川普是预计在3月底、4月初访问中国，不过因为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延期，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这个时候通话，也是两国外交高层为川习会做准备。王毅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卢比欧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核心，双方要保持沟通，相互尊重，妥善处理分歧，寻求两国关系的战略稳定。贝森特在 X 平台上贴文表示，双方讨论川普即将到来的中国行程。贝森特指出，期待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一场有成效的峰会。川普强调自己和习近平关系良好，美国希望中国扩大农产品采购承诺，美中可能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在不触及国安红线的情况下，互相购买非敏感商品。老沈，川普会把台湾卖了吗？会有密约吗？台湾卖不得的，没有人敢卖。但是如果台湾更进步，更难卖，这个是重点在这里。越进步越难卖。对，但是这个主持人，我请教你，你这2天很用力呢，你到底？你先不要扯，先不，我等一下我们会扯。你先讲这个。不，这做一个开场白观众才不会跑掉观众看你讲话就不会跑掉了。为什么？我看你到底是精疲力尽还是愈战愈勇？就是回答。你看我怎样？我看你是愈战愈勇了因为你精疲力尽，你也不会告诉人家我精疲力尽嘛。我太了解你。我去跟谁越战？我没有跟谁战的。好，我们讲客观的。你刚才讲到3B 啦，我从小老师是教我，小学老师教我，农产品出口的都是落后国家像我们卖香蕉啊，卖蔗糖啊，卖凤梨啊，卖樟脑啊，落后国家。现在川普要 MAGA 你卖什么？你卖黄小玉跟卖 beef， 那不是农产品、畜产品吗？何况另外一个 B， 波音它也是卖那个架构，而不是卖发动机发动机不是美国的所以绕可以绕大了。川普根本就不晓得美国的弱点在哪里现在川普大概不会取消行程了，因为他已经把一些事情讲成好像没事情一样。伊朗战争就结束了，已经结束了。这样讲，他现在波斯湾就把它定义成没有战，也没有和。也没有谈，什么都没有就是没事，摆在那里所以摆在那边，他就可以去美
是中国大陆。那他现在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川普把它搞成这两边都难过，但是谁可以难过的久？我觉得这一点川普是没有中国的能耐。所以呢，两边那老中也很厉害。我跟你讲，北京就是这点厉害。老金就说：“你这家伙心中在想什么？我那个比检讨比都能足清楚啊。所以我比你有能耐啊，所以我也会让步，让你尝一点甜头。但是我也要你的回馈。所以在经贸上，两边各让一点，我觉得这个不成问题。尤其是稀土了。那我认为这个先从台湾就浮上来了，因为王毅就提前提醒，台湾是重中之重，他每次都这么讲。那现在就是说，那这个川普会给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有多少交代？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会不会出卖？不可能的。但是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这个郑丽文又犯了老毛病。你想上一回郑丽文要去北京之前，他现在在台湾表态，我是中国人。我主张全球一中，就是全球180国家所承认的一中，我承认。你如果真正追究，这是违宪的那种，这是违宪。民进党的全面抗中也是违宪的，你知道。所以我们那部宪法实在是好像当年这个黑帮老大讲的。就好像夜壶嘛，我现在觉得应该提名做大法官。来，继续来。不是，我跟你讲，你不要这个违宪，那个违宪，大法官不做这事吗？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宪法就是什么中国之疆域，我们的疆域以其固有之疆为疆域，不能改，不能改，改了劳共会生气。劳共根本就没有把这部宪法看成是真正的宪法，所以他不会生气的。他会怎么生气呢？如果你宪法不要了你出来一个新宪法，而这个宪法代表主权他气了。这才是关键我跟你讲，中国国民党尤其是深蓝这一块实在太不了解老共。你中国国民党还有中华民国这两个所带来的残余的主权是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路章。你同意不同意？这是路章你现在我刚才讲，所以你有没有讲好？他去北京之前表态，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全球一中，表态了，有得到很有用的东西吗？没有。他这次要去美国了，他也表态了。而且这个表态就是说，我同意这个习近平要的，反对台独了。反对台独。我跟你讲，台独这个问题很难解释，很难讲，你知道？像你的好徒弟这个赖斯巴又把宪法搬出来了。宪法就是什么，所以这个当然是反对台独不是这样。我跟你讲，你要晓得，美国辛辛苦苦从台湾关系法为我们争下来的那个一中政策，跟老共的一中精神差在哪里？一中原则。一中原则、一中精神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个叫一中原则，一个叫一中政策了。所以那个小小的空间，让我们可以买武器，让老共不晓得如何是好。这一块这么辛苦，这个是正如你讲，这个是恩人不是情人，不是亲人，也是恩人。你现在这个恩人的努力，你也不要了，你也不要。你以为这个样子是在讨好川普？我跟你讲，川普看你这番话，把你看成是习近平的人习近平是我这次去的对手，你懂我意思没有？所以郑丽文已经把自己设定为人设为我站在习近平那一边的，你还有什么搞头我跟你讲，你有的是口才，你有的是胆识，你有的是快速，你有的是动作，但是你脑筋去照 CT 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黄大兄，川普如果要去大陆贸易，我觉得根本那个什么黄小玉什么牛肉这个什么波音飞机，那都不是问题。只要他们在把贸易限制跟台湾问题搞定了，老共随时买，那些东西他随时买。你说买个大陆买个美国500亿那些东西，或者是分年买个几千亿，那都是小事。对大陆现在的，反正他一定要买。他的问题的核心的问题还是美国对台湾的一些看法。
以及这个美国对这个对大陆的有一些，尤其是在高科技产品的一些限制，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重中之重了哈。但是我是觉得从我们台湾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实在不必变成美中的一个棋子，变成美中的棋子，最后决定台湾命运的不是台湾嘛，是美中嘛，因为你是棋嘛，啊，棋子从来没有好下场的。对了这个，所以我是觉得了，台湾以前在马英九时代我们看你看台湾是等距外交，或者是我对美国倾斜多一点，对大陆中国大陆倾斜少一点，但是总要是站在三角中间三角的一个位置，而不是站在中美线上的某一个点这个我是觉得是台湾也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台湾的命运呢，如果是变成一个掌握别人手上，那后果是什么？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拜登的那个任期里面，大家一直是谈2027老共会武力犯台，这1-2年好像很少听到了。为什么？2027是根本是美国搞出来的嘛？美国军火商那一帮这个军工复合体他们搞出来的，不管是那些军人，什么太平洋舰队的前司令什么印太联盟的那个前司令等等，或者是跟军火商有关系的这些政治人物搞出来的，现在很明显的没有人在谈这个问题。所以说台湾问题，我是觉得如果变成军工复合体那些人的一个棋子，台湾下场绝对很惨。台湾最符合台湾利益的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都想拉拢台湾，这就符合台湾利益啦。如果呢台湾只抱一方的大腿，另外一方气你气得要死，那就不符合台湾利益。我真的觉得既然川普要去中国大陆了，每天都在讨论到底台湾会不会被出卖等等。我第一个，民进党政府就是他现在执政的政府嘛，以及国民党各自都应该发表声明，就是说千万不要出卖台湾利益，公开的声明，告诉他台湾地位有多重要。那当然人家可能理你，可能不理你，但是是你的立场啊，不要怕。民进党不要怕美国，民进党现在怕美国就怕，告诉美国说你现在去中国大陆不可以损害台湾的立场。国民党也需要摆这种态度来，可以分别发表声明，但是那个立场要表达出来。休息再回来，你这个是。好，美国、日本、澳洲、中国，哇，他们美国、日本、澳洲这菲律宾他们正在演习，中共也在演习，大家互别苗头。那我们也跑到这个岛上去了那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冲之岛礁，冲之鸟礁这个鸟礁呢，离东京1740公里，但是离我们的台东只有1550公里，就离我们反而比日本还近所以呢，这个老共的山东舰在那边出没然后呢，日本呢就有飞机也飞到这个地方来了共军就强力压制，而且歼15飞起来说，任何转弯都在我的导弹射程内，你转来转去，在我的这个射程内那就两边在拼了然后在这个比武力然后呢，他说日本是挑衅山东舰，我舰在这里，你跑来这里干嘛？那这个山东舰的歼15就你敢乱来，我就直接把你打落说你在我的导弹射程之内，你怎么转？你看山东舰在这里，菲律宾在这里然后呢，冲之岛礁在这里冲之岛在它的附近海域，山东在这里，然后日本的 P3C 侦察机在这里，所以很接近。所以呢，歼15这山东舰的歼15就起飞拦截所以呢，你赶快走，你不要来闹我那另外呢，联合国安理会双方吵架了，日本说你中国在东海、南海军事活动干什么？中国代表就是说，你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而且你日本还存在军国主义的幽灵，你想干嘛？你想整军军武，要发展你的这个部队吗？要修改你的宪法吗？让你的武器能够输出吗？然后呢，这个自卫队要改成国军吗？你什么意思好，那么最近共军的演习很多，对日本会不会有大动作？大陆官方说不必大惊小怪他也不可能去打日本了，我觉得也不可能了左荣泰到马祖
去查海巡的新的厅舍、办公厅啊，跟他的宿舍，点名中共叫做灰色侵扰。所以呢，总统他说我最关心离岛的安全哦，以前也没关心，突然关心起来了。那另外呢，共军在这个时候也联合战备警巡，所以基建也是对台湾构成骚扰。但是呢，卓荣泰到马祖说这叫做灰色侵扰。来，吴正，灰色，那红色什么？黑色什么？蓝色什么？白色是什么？灰色就是说介于一个军民混用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直接军事的冲突嘛？那包含说，我如果说直接你要说红色、黑色，那就是直接军事行动了嘛。所以灰色侵扰就是说包含我们看到，例如说中国之前不管是他用大规模的民用的滚装轮啊来去演练一些这个两栖登陆作战，或者是用所谓的权宜轮啊，甚至是其实是中国的船，但是挂上其他国家的国旗，然后来周边海域，包含说做台底的探勘、绘制海底图啊，甚至说来破坏我们海底缆线，这种都是灰色侵扰。那我觉得跟刚刚我们这样讲的，就是说大家现在当然很关注美中川协会，甚至可能大家还是每次美国跟中国的对话，可能我们台湾一些朋友大家会担心说，会不会川普商人交易性格会不会被台湾卖掉？不过其实我们还是要说明啊，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在现在这个世纪，台湾确实是美国跟中国一个在国际上角力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说，台湾自从2战以后，其实我说实在的，台湾有今天的成果，我们是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底下的一个产物，包含过去美国来这个低舰队来保护台海安全，包含我们融入整个世界的自由贸易体系，包含现在的高级半岛产业的合作等等等等。那所以对美国跟对日本跟对菲律宾来说，毋庸置疑，它这个对台湾。确保台湾继续和平稳定的存在，是他们维持区域稳定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不只是这个冲之鸟距离台湾1500公里，其实最近美日菲也在菲律宾的这个伊巴亚特岛做联合的军演嘛，那距离台湾屏东只有150公里而已，更近。所以很明显的，为什么中国这么生气？因为他觉得说你这个动作也很明显嘛，你就是在表示说这个地方不是中国的国内的事务，是这个国际共管的啊，你甚至在这边做军事演习，就是为了防范有朝一日中国在这边采取军事行动啊。所以中国其实也把他们的一些家底拉出来了，像这个076啊，最新的2栖这个登陆舰号称是中国最新的这个无人机母舰啊，也到南海这边示威。所以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现在是要去挑战。讲直接点，中国要挑战美国世界第一这个位置，它挑战美国为主的国际秩序嘛，所以对中国来说，它也把台湾视为重中之重。如果在习近平任内把台湾问题解决了，哇，那就是完全符合他东升西落这一个叙事嘛，那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就更是不得了了。所以对台湾来说，其实我们不用担心的，因为对台湾来说啦，我们。对美国、对中国都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不认为在这里面我们会沦为一个被交易的对象，但反倒是，我想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谈论到军购议题。这个因为其实最近大家也看到说，包含我们的中经院院长连宪明，其实他也特别示警因为他最近跟很多美方的智库交流，在当美国跟中国有这么多东西在台湾桌上角力，包含科技的封锁包含农产品进口等等。如果川普或政府在检视这一轮说他的这样的一个清单里面，发现说，台湾在这样一个区域关系底下，中国这么在意的，可是台湾现在没有自己达成自己应该要出很多力来防卫自己的这个要求，或许他也有可能用他的极限施压，回过头来对台湾整个不论是经济，不论是我们的贸易关系，重新再开启新轮施压，这也是有可能。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自己还是要捍卫我们自己利益。哪边作为？那个卓奎讲那个灰色侵扰，每次民进党一直讲说我们要买很多东西啊，去抵抗灰色侵扰。但我分享一件事情前两天我在立法院质询，就海巡署啊，去年因为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偷渡客从大陆买了一个橡皮艇，就直接登陆台湾。那时候海巡署讲说没办法，因为我们设备不好，我们没办法侦测到那个小小的橡皮艇，所以我们要买那个环岛的智慧监控系统，还要红外线热影像系统。有了这个东西呢，就可以抵御中共的灰色侵扰以及日益这个对我们的压迫。结果呢，去年特别预算都通过了37亿，到现在都还没公告，有的还没公告，有的都还没招标啊，钱拿到了，然后完全没有去采购，说还在准备采购作业。那我说问他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结果他回答说，因为科技日新月异啊，所以我们要调查久一点。对，言下之意就是好像现在东西越多种，对，越慢买感觉越新啊。不是去年不是讲好像很可怕灰色侵扰啊，不就是说很恐怖？军购也应该这样啊，军购也是一直要钱嘛。问题是要了钱，日新月异啊，日新月异要了钱之后。
有没有买不买得到，东西来不来就不重要了。我看这个就是民进党很明显的态度啦。那刚刚那个大佬讲的吴志忠，外交部次长吴志忠他自己担心说我们会变成那个川协会菜单。我在想说，哇塞，连民进党的官员都会担心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台湾没有筹码嘛。就是因为我们对美国，就是美国要我们干嘛？OK， 我们就配合。你要我吃发芽的马铃薯 ，OK。你要我那个花生啊，零关税进来啊，也 OK 啊。那个美国鲜奶零关税进来也 OK， 全部都 OK。台湾很好讲话嘛，台湾很好讲话的结果就变成我们就变成没有什么筹码，没有筹码就变成都听他的啊。那他要我们干嘛就干嘛。那中国大陆不是嘛？中国大陆就是会跟美国去杠哦，你给中国大陆增加关税，他就说那我稀土不给你，或者是我也给你增加关税。那所以美国如果希望中国大陆去买它的飞机、买它的农产品，那势必也会释出一些中国大陆要的东西。那现在大家都在猜说，如果川普没有那么在意台湾的话，就会把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对台独，那我们就变成菜单。所以当然我们就会担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刚刚赵大哥有讲，就是我们要等距，我们要灵活，这样我们才不会被予取予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政府也应该思考一下，不要每次一直叫，但是很多事也没有做好啊。我突然想到老沈刚讲哦，他说你小时候老是说穷国才输出农产品，没错啦，一大车的农产品，一大件一大货柜轮，没有几个半导体柜。可是美国情况不一样，因为美国你也知道，美国的农业州也是2个参议员嘛。他这个州再穷，人再少，他是2个参议员。你再大，纽约州、德州、加州也是2个参议员嘛。那参议员那个是很厉害，尤其现在共和党是多一点点哦。所以农民也许经济产值不高，农业那也许呢农民不多，但是呢，他的政治影响力还是有的啦。尤其老美越是这样的州，还真绝，他那个议员还越干越久，干一辈子。我跟你讲，你跟我讲的是不一样的层次。我晓得农业州也有2席，但是问题是美国拿不出农业产品以外的东西可以卖，这是我的重点，不一样。我再补充一下，你晓得我住在莫宰阳的附近啊。你要不成为菜单啊？后来蛮好吃的。我知道你要不成为菜单，你不是你就不要做羔羊嘛。你做羔羊，你就是羊排，羊排就在菜单上。知道了，我只是讲说美国不要看它农业，它农业有特别的原因啦。来，世轩，这个我觉得，我想先回应一下刚刚这个吴征发言人提到的，他说中国在挑战美国这个霸主的地位，其实光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有一些人或者民进党可能就是这样认为，所以美国打压中国应该的。可是在我的看法会觉得，美国在担心中国的崛起捍卫到了他美国老大哥的这个地位，过去这个世界警察的地位，所以这个是一个想法根本上很大不同的。那第二个，其实我非常认同刚刚赵大哥讲的立场要先喊。上一次川普来到亚洲是去日本，好，然后去到韩国。他在出发之前，在飞机上，记不记得那时候媒体还在算说，川普在讲了几次台湾，代表这一趟对于台湾来讲，他非常重视。可是后来那一趟，他整个亚洲行基本上没有台湾这个议题。我们当然会怕成为他菜单上面的名单，所以应该要先发制人。我认为王毅跟这个卢比欧这一通电话最大的目的在这。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他们根本也不想把台湾放在这个餐桌上面谈，所以我们先喊了这个议题，说这个台湾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好，绝对不可能让步的地方，等等等等。2个领导人都还没见面，为什么要先喊这个议题？绝对有他的原因跟道理嘛。越不想要的，他越先喊出来，因为越安全。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川普来到亚洲行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这边讲，我认为应该赖清德站在中华民国元首的这种角度，你就应该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真的在2个领导人见面的时候提到了任何让台湾舆论会觉得说美国是不是要卖了台湾的时候，这对我们也是一个保护罩。你先把这张牌给丢出去。可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吭，然后你只坐在这边干等这个美中2个领导人要见面，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太没有保障，而且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来讲，你完全没有任何。虽然这个大局我们控制不了了，我们就是美中之间这个博弈上面的一个棋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我觉得该做的要做，该说的还是要说。休息一下再回来。